如果真的洛阳是比如说风起洛阳有一版方言版，想用河南话讲，你看看这个，那太好看绝对了，绝对炸了。你敢不敢咱们说是方言演一版？那得有多大的心？妹妹不有句话，成年手续，无力日毒，昨天肉米，昨天比整天还淡。真的太好看了，还想柳七娘说着河南话。耳漏耳漏。为啥不理我？你再能啥？你说我没有杀人。可以了。好，来，安静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哎呀，来了，终于开火了！啊，行，对，对，我觉得得稍微等一下下，啊，得把这股风过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行了，好，懂。你家给我封了。Sorry，怎么越想越好吧？我和一博的每场戏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咦，你上班了还喝酒？惆怅的一场戏，笑。风起洛阳都嫌亲娘烦，却不知他这2点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。看了风起洛阳，观众都想说一句：柳家的人是无赖吗？总是那么强词夺理，无理取闹。叔父柳湘是这样，弟弟柳十郎是这样，父亲柳氏也是这样。尤其是那个弟弟太讨厌了，一脸无赖样，自己本身就是恋爱脑，还说姐姐。柳然确实是恋爱头脑，只要看到二郎就一脸花痴样，可他眼光好，会选男人，他遇到二郎是他的福气。大家除了羡慕七娘遇到二郎之外，也有一小部分人嫌他烦，觉得他一直二郎二郎的叫着，烦人的很。这得看这个男人爱不爱你，要是他爱你或许可以忍受，或者说就喜欢听你一遍遍喊他的名字。要是遇到对你无感，甚至是厌恶的人，别说一遍又一遍地叫，你说句话都是错的，怎么可能不烦？当然，百里弘一对柳然是有爱的，而且他这种男人耐心好，或许他就喜欢七娘这种小聒噪。有的观众有些讨厌七娘，觉得她很烦人，大概是因为她一直缠着二郎，有的时候不分场合，有点无理取闹，耽误小分队搞事业。可大家却不知他身上这2点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。或许二郎遇到七娘也是一种幸运。1. 心里眼里只装着自己的男人，七娘是真的爱二郎，只要看着二郎就心满意足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。说实话，他这种是严重的恋爱脑，不过他也只对百里弘一这样，不是说每见一个都这样。七娘的恋爱脑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只要二郎稍微关心她一下，她就能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。虽然已经嫁给百里弘一，但她还像个刚谈恋爱的小女孩一样患得患失。只要二郎关心保护她，七娘就能马上脑补出一部爱情大戏，然后乖乖的听二郎的安排，时时刻刻想着二郎，只要二郎干什么，她可以眼不带眨的盯着，越看越欢喜的那种。说实话，现在很少能找得到这样的女孩了，满眼都是你的女孩。最起码柳十郎的春和就不会这样。2. 支持并且信任自己的丈夫。二郎得知自己的兄长没有死，并且还加入春秋道祸害神都，所以他决定面见圣人，说明此事。可凤玉郎告诉他，这是欺君之罪，会被株连9族，即便不会也可能被迫离开神都，不管是百里家还是柳家都会被牵连，但二郎还是无法坐视不管。二郎自己当然不怕，毕竟阿爷已经不在了，但他又害怕牵连到七娘，所以他就试探七娘的态度，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离开神都，去别的地方生活。然而七娘什么都没有问，只说自己愿意，因为他知道二郎做任何事都有缘由，只要他不丢下自己，去哪里去做什么都可以。七娘会无条件无理由的支持并且信任二郎。在柳然心里，百里弘一什么都好，做什么都对，反正他就是相信自己的夫君。
都说柳七娘是恋爱头脑，这何尝不是一种自信呢？因为相信自己的眼光，相信自己选的男人是顶好的，所以才敢把自己的一切放心交给这个男人，包括自己的性命。说到底，柳然才不是什么傻白甜，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，选择一个靠得住的男人，然后什么都交给他，自己只负责填。就七娘身上这2点，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却求不来的，所以不光七娘遇见二郎是幸运的，其实二郎遇见七娘也是幸运的。因为热爱，所以享受，时光流逝，而我心安。按常理，艺人即便没人设禁锢，也不敢轻易真性情。但王一博不能按常理。当人设崩塌成为网络热词，明星从被德不配位的捧到吹毛求疵的杀，人人都等着看大潮退去谁在裸泳。唯独王一博始终如一，日出一波又一波王炸。街舞综艺呈现了富贵婴儿的王一博，专注是最高级的快乐。看街舞最快乐的是看酷盖不知何为偶像包袱，多动症加话痨，两颊半永久（括号表情包输出王者），没有一丝丝防备，奶凶的王一爆成了打着奶嗝的艳足而幸福的王一宝。体育竞技还原了性情中人的王一博。珠海 ZIC 赛的痛隐隐还在，比赛到摔车更痛的是对手用饭圈逻辑反制饭圈，挑衅体育精神却逃脱制裁。王一博骂人骂得好，我的粉丝不要帮我骂，有些事情我自己说。比人品比担当，高下立判。家国舞台诠释了洗尽铅华的王一博。刚回国时他像极韩剧《卫生》中沦为商战菜鸟的棋手张格莱，越来越清淡，越来越无华，褪去精致包装，呈现本色朴质。他完成了文化淬炼，实现了美的进阶，在人生大棋上迈开从未生向完生的箭步。影视锋芒奉上了张弛有道的王一博。从20岁陈情令点燃的那个盛夏，到23岁理想照耀中国叫醒的又一曲春光，题材涉猎古今，形象动静皆宜，实现原声出镜。不负青春的王一博做到了，每次别离都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遇。流量配得上正能量，是我现在对未来的选择。没错，年轻和美丽不是原罪，流量和资本也不是。刀剑都是杀生器，用于凌虐就是杀，用于救赎就是生。形容王一博有一个专用名词，奶彪。描绘王一博有一种经典画面，奶凶。因此，我们常常想起王一博，想起的并不是个按部就班的成人世界，而是想起爱丽丝梦游仙境，想起胡桃夹子、小锡兵与奇幻冒险，想起当世界还小的时候。有诗歌气韵，散文哲思，小说意趣，王一博身上有着天然的故事性。走进他，是一个层层渐喜的过程，是一种从理想国到平凡的世界的阅读体验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他驳杂或艰涩，相反，作为性情中人，他活得比大多数人真实而敞亮。乌托邦始终会幻灭，世上不存在尽善尽美的世外桃源。但无论是现实不存在的完美，又或现实存在的不完美，人类对颠覆约定俗成、超脱既有经验的事物始终怀有敬畏感。所以，比起被觊觎或被比驳，王一博到底赢得了更多喜爱与认同。他神经大条不完美，却是我们的解压神器。童言无忌，道出我们看破不说破的真相，敢于说不，替我们拒绝被安排的窝囊，没心没肺，让我们省去顾虑周全的繁琐。他撕破成熟虚伪的外壳，释放吃完的内在小孩，成全我们生命中缺席的叛逆。就像危机模拟系统，博士直球负责解决我们的内耗。看，大声喊出国王长着驴耳朵，皇帝什么也没有穿，其实也不是什么糟糕透顶的坏事情，但树欲静而风不止。近期清朗飓风当季，一些卫道夫、键盘侠借机挥舞大棒泛化道德评价，恣意亵渎着政策初心。乱棍打在王一博身上，是沸沸扬扬的二搭事件，兴风作浪的禁足传闻。明明是正常业务往来，却偏偏要往花边新闻带节奏。世上必然有被扭曲的事实，如果我们只用标签做简单分类，站在时代维度看娱乐圈，从流量论到唯流量论，再到违反流量论，每一步都彰显着标签的力量。好在贴与撕之间，标签从不被质疑的真理，成为辩证思考的命题。一曲家国情怀的山河星光，响彻寰宇，一扫混沌阴霾。瞧，风再大也无需多虑，
为跳舞而出道的孩子啊，即使不能在浮世繁华中觅得舞台，也一定会光着脚在田野阡陌起舞。你知道的，王一博就是个山不来救我，我便去救山的娃。这世上，有些人要规规矩矩垂手而立才品得出些雅正，而有些人即使窝在沙发上，也无妨灵魂的端方。愿你像王一博一样，生命中没有太多条条框框。王一博，人间暖情酒，谁喝不上头？